注意看，这是一期高尔夫 GTI 的实战视频。都说 GTI 是最强的小钢炮，那它究竟有多强呢？只见老哥突然一个急刹漂移，好技术，居然只用了一个车道就完成了掉头。反观阿 Sir， 虽然这个掉头的转弯半径很小，但比起老哥依旧是逊色一筹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俩人究竟谁能笑到最后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英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来自曼彻斯特郊区的阿 Sir 在半夜巡逻时，发现了两辆可疑的轿车，他们行色匆匆的模样引起了阿 Sir 的警惕。然而在打开氛围灯后，两人都拒绝停车，还选择了分头行动。这一行为让阿 Sir 更加确定两人有问题，但是分身乏术，他只能选择其中一位老哥开始追击。也不知道该说是阿 Sir 的运气不好，还是老哥的运气不好。就这样，两人成功匹配，一场城区里的较量正式开始。开头我们说过，这里是英国，大家注意地上的标识线，可以发现和咱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，这边都是靠左行驶。阿 Sir 这辆车的引擎声音相当特殊，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的车型。通过右下角的时速表可以看到，两人的车速已经来到了120公里每小时，而前方是条大直线，速度还在不断的上升。可以看到，两车的动力都相当充沛，在直线上很难分出胜负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第6代高尔夫 GTI， 这辆车原厂搭载 2.0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20，0-100加速6.9秒，妥妥的性能小钢炮，再加上优秀的操控和第2代 EA888 发动机极高的改装上限，成为了许多改装车玩家的入坑首选。而它小小的车身让它在这样的城区道路中显得更加灵活。而阿 Sir 所驾驶的是一辆奥迪 S3， 同样搭载 2.0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但最大马力有290匹，0-100加速更是只需5秒。怎么样，你猜对了吗？在直线上很难分出胜负，看看前方的弯道怎么说。因为视线不佳，老哥不敢借道太多，而跟在身后的阿 Sir 则是用一个精准的入弯，连续的内弯走线，完美的通过了这个 S 弯，缩短车距的同时还正好避开了 NPC。这一波操作属实精彩，但尽管如此，想要拿下老哥好像还远远不够。交锋了几个回合，两人依旧是难分高下。趁现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人的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两位5星大佬的巅峰对决，本就是难分高下。老哥又使出一招秦王绕柱，小小的一个转盘，两人整整绕了480度。好家伙，这是要比谁能坚持不吐。直到绕场了1周，老哥才选择了一条看着顺眼的路。阿 Sir 连忙给油跟住，不敢落后半步，生怕出现一个失误，整场匹配都会结束。而对于老哥来说，这不是赛车，只是领先远远不够。如果无法摆脱，领先20米和领先200米没有任何区别，结局都是失去自己的自由。而此时阿 Sir 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哥会选择这条路，这是一条超长直线，老哥是想利用极速将它甩开，而在动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这老哥很明显是要拼8字了。果然下一秒便开启了油门焊死模式。200，210，好家伙，你敢信？在这条1车道的道路上，一辆高尔夫把速度踩到了210。面对老哥这个速度，阿 Sir 并没有怂，但打开色盲模式的老哥让阿 Sir 不得不放慢车速。凭借着连续多个路口的红灯，老哥取得了大幅度领先，已经随时都有可能会消失不见。这巨大的差距让阿 Sir 不得不再次把车速提到200。这一个月几个钱玩什么命啊？剧烈的摩擦声时刻在提醒着阿 Sir， 车辆的轮胎已经被他压榨到了极限。尽管阿 Sir 的弯道能力十分过硬，但却也只能在道路的尽头看见一闪而过的尾灯。这一下让对自己车技非常自信的阿 Sir 也没有了底气，一边加重脚下的油门，一边向总台呼叫队友的支援。用120公里的时速通过弯道之后，前方突然出现了2位 NPC， 这两人的出现简直不要太及时。很明显，在前方开刀的老哥受到了两人的影响，降低了车速。有氛围灯加持的阿 Sir 则是借着这个机会逐渐靠近。由此可见，氛围灯的 buff 加成并不低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也是提醒大家一波：在路上看见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，记得主动减速让道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哥。几个减速带跌下来，心疼一下两人的车，长时间这样开下去，腰可受不了。真想给他安排个庙界按摩护腰坐姿椅，不然腰哪里受得了。
表，他创新设计了按摩、护腰、脚姿、热敷4合1，放松肌肉、矫正坐姿，腰酸背痛1巴掌，悬空椅子2巴掌，上千公学椅更是降龙10巴掌，妙界稳站按摩类销量第1，用6大分区设计，搭配加宽加大承托面，扛住260斤不在话下。小体格大身板2手抓，53度的黄金支撑脚，更是在背后当上了靠山，让我不再受腰背悬空的罪。剪视频坐1下午都不会累，高密度海绵坐垫加厚到35毫米，沙发上、地上、车里随时随地随手放，矫正坐姿不能忘。兄弟们久坐之后腰背抗议，那都是脊椎病的前兆，赶紧用上妙界的3档律动按摩，搭配热敷，一次次揉散穴位里的淤堵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按完放松多了。一共3色可选，喜欢就来你劝吧，保价1年百贵退差，送运险，1年内以换代修，选它。又是一个极限的转弯，这一脚重伤足以说明此时的激烈程度。而在连续转弯后，出现了让阿 Sa 惊恐的一幕，前方的老哥差一点就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2位 NPC， 这一下给2位驾驶员都吓了一跳，也让老哥意识到了这样跑下去的风险系数极高，必须换一个战术才行。就在这时，老哥灵光一闪，只见老哥在前方突然亮起了刹车灯，阿 Sa 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见老哥一个漂移掉头，后座居然还有队友朝阿 Sa 扔道具，好家伙，带了2人居然还能和阿 Sa 跑个平手。好在阿 Sa 的掉头并不慢，很快就锁定老哥在第一个路口转了弯，这是大路跑不过，准备拼小路。面对动力比自己更强的车，也应该如此。经常跑山的兄弟们都知道，要是落后的一个弯道，就有可能连尾灯都看不到。此时老哥就是想用这一招，一个超帅的姿态转弯，带着阿 Sa 进入了新的赛道。这一招确实增加了跟车的难度，但对于极为擅长弯道的阿 Sa 来说，问题并不大。几个弯道下来，也没让老哥占到便宜。而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的老哥，看着后视镜里始终摆脱不掉的氛围灯，此刻他终于意识到，身后这位阿 Sa 的实力要比他更强。此时的战况对于阿 Sa 来说更加有利，但就在这个路口，老哥差一点点就撞上了 NPC， 好在反应迅速才能及时躲开。也正是这一波肾上腺素让老哥的速度飙升，看样子是准备做出最后一波反扑。阿 Sa 也感觉到了情况不对，连忙加速，不敢掉得太远。好家伙，这一波快速的连续变道看得我头晕眼花，怎么剪个视频还会晕车？而在这一波连续弯道之后，老哥发现自己非但没能拉开距离，反而被阿 Sa 越靠越近，而这最后一个弯道也成为了压垮老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得不说，这阿 Sa 的走线确实比他更加精准。至此，老哥已经彻底放下了跑下去的念头。面对身后的氛围灯，他最终选择了靠边停车。既然开车跑不过，那就比跑步吧。老哥跑得飞快，阿 Sa 完全跟不上，但老哥也没想到，这一次的对手根本就不是阿 Sa， 而是赶来支援的汪汪队。最后，这位老哥也是顺利被拿下，结束了这场持续15分钟的高速追捕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33岁，名叫克里斯托弗·马歇尔，常年使用管制药品。他是一家充气城堡的老板，平时做气球生意。当天下午刚买了这辆高尔夫，准备用来送货。事发时，他和3位朋友开车一起去给客户送气球。别想歪了，真的就是这种氦气球。而他之所以不停车，是因为他没有驾照，他的车辆也没有保险。为了逃避处罚，所以选择了跑路。而他这一次所犯下的罪行，法官一审判决2年监禁，但他的律师为他进行了辩护。以下是律师的原话：他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，并为这件事情深感懊悔。现在车已经卖掉了，他已经没有再开他的冲动。他的家庭情况十分悲惨，姐姐和母亲都已经过世，4岁的孩子还有严重的心脏病。监禁会对他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尤其是他年幼的孩子。他需要有机会克服内心的恶魔，重新振作，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。除此之外，在当天晚上他也没有撞到任何人和车。正是这样的一番辩护，帮老哥把2年监禁变成了18个月的缓刑，罚款400英镑，以及禁止驾驶12个月。对这个处罚，大家认为是轻是重？欢迎讨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